什么圣人祝福？这是真的吗？婉薇不是自杀的，而是被谋杀的。谁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就算他不是自杀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咱们都是嫌疑犯？对，除了简瑶，我们都是嫌疑犯。引诱初入职场的女孩，让她们染上毒瘾，控制和蹂躏她们，毁掉她们的人生。裴泽，你的丰功伟业可真不少。警官，能不能别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？大家一块儿出去玩，无非是找个刺激。你说，谁能控制得了谁呢？你以为你跑得掉吗？王婉薇不是你的第一个受害者，也肯定不是唯一一个。我相信，等正式立案之后，一定不难找出另外一个愿意出来指证你的女人。好吧，那我就祝你们好运了。没有证据，他是不会承认的。慢慢问吧。这么多人，以你们的能力水平，应该能找到破绽的。薄教授的意思是，你们先忙，有事尽快打电话。先走了。他是这意思吗3月22号晚上12点半以后，你在哪里？我一直在101房间，和谁在一起？沈一丹。你与裴泽所住的103号房间距离最近，如果有人来找过他，你应该看得见。我和薛青平时都很忙，所以不经常在一起。再说那天晚上窗帘是拉上的，外面发生什么事我们真的什么都看不到。你刚刚跟心爱的女人表白，她却没有正式答复你。回房之后，你应该不会心平气和的直接去睡觉吧？我确实准备1个小时后再给他打电话，但是那晚喝酒酒劲太足，洗完澡坐在沙发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睡着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很早就睡了？是啊，一觉睡到天亮。你知道，像我这种年纪的女人，最怕的就是熬夜。你什么也没有听见，也没有看见吗？当晚雨太大，跟我同屋的麦晨又醉了，我怕他吐，就一直照顾着他，真没注意外面。你和王婉薇同时入职，只是你很侥幸。
如果你房间的窗帘真的全都拉上了，为什么薛青能看见103号房间没有开灯103房间的灯一直关着，我根本看不见里面。 ？103号房间没有开灯，可门廊的灯是亮的，你能看见。沈一丹，你有老婆，还有7岁的儿子，你真的想为一个杀人犯背上包庇的罪名吗？ 你看见了什么？王婉薇进了裴泽的房间。什么时间？大概1点刚过。队长，死者丢掉的毒品药瓶上提取的指纹已经有对比结果，就是裴泽。有人证，有物证，裴泽这个凶手肯定是跑不掉。这是什么？看来你认得。也许这就是你送给他的吧，让一个年轻健康的女孩染上毒瘾，对她为所欲为。可让你意想不到的是，毒品也无法泯灭王婉薇对麦晨的爱情，她希望得到救赎。而更让你意想不到的是，麦晨居然也爱上了她，鼓起了她反抗的勇气。在那个大雨倾盆的午夜，王婉薇下定决心，扔掉想要自杀使用的毒品，换上黑色的裙子，来到你住的103号房间。也许他想告诉你，他不愿再接受你的控制；也许他想公开他自己的错误，揭发你和你背后的毒品网络。你能怎么做呢？你当然不能让他毁了这一切，他必须闭嘴。下点药，把他放进浴缸，再割开他的手腕，很简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对吗？他午夜的时候是找过我，这能说明什么呢？啊？她就是个愚蠢的女人，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。我所做的就是帮她清醒过来。我的话，她也许听进去了，所以就自己躺在浴缸里，用刀片割开了自己的手腕。警官，你可以指控我给他提供了毒品，但你不能指控我谋杀了他。可惜啊，吸毒的人往往都聪明不到哪儿去。你有杀人动机，有杀人时间，有目击证人，还有证据。裴泽，想要盯死你，那可真是太容易了。